他们结婚已经5年了，每晚只是手牵手睡觉，每次女人提这事都满心期待，男人却总是装咳嗽避开。沙河已经31了，她不知道这段婚姻能持续多久。早上，沙河和老公一起出门，她蹲下系鞋带的时候，老公竟自顾自先进了电梯，留她一人无奈地站在原地。晚上，婆婆突然来访，还故意提到他们没孩子的事，老公忙着岔开话题，婆婆又开始冷嘲热讽。夜里，婆婆起来喝水，看到沙河依旧啰嗦不停。沙河在超市当收银员，她摸着镜子里有些憔悴的脸，又看向画有艳丽口红的模特，便拿起一个试用装，在唇上轻轻涂了一抹红晕，自问是不是真的不够迷人。她模仿海报模特性感的嘟嘴，或许自己真的需要那一抹鲜艳的红。这时，几个小孩子跑过，一边打闹一边撞倒了口红架。沙河蹲下去捡，发现这里竟是监控的盲区，她情不自禁地拿起一个口红，快速地放进包里，走出了超市。但门口一位女士拦住了她，她的名字叫佳子，住在沙河家对面，新搬来的。她正在这附近和个年轻男子约会，不巧她的车被高中生撬了。倒霉的沙河不只是被撞倒了，还被拉去警局，被迫撒谎，说他们3个是朋友，一起约好来这超市附近聚聚。可是佳子的所作所为让沙河很不爽，感觉这人实在太恶心了。正当沙河打算走人，那学生的老师北野来了，开始道歉。北野连佳子都没怎么看一眼，只关心地问沙河伤得怎么样。两人目光一对，好像有点火花。佳子似乎意识到了点什么，但沙河心里更乱了，急忙离开了现场。第二天，佳子约了北野讨论赔偿，沙河有点紧张不已。北野坚持他会负全责，佳子却在那儿故意找麻烦。北野受不了这种无理的要求，气愤地站起来就走了。佳子一转头，怂恿沙河跟上去。沙河赶忙解释他已经结婚了，佳子却说真正的恋爱是在婚后才开始的。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沙河的心，他实在坐不住了，在这女人面前，感觉自己的心思全被看透了。离开时却又碰上了北野，他还主动挥手叫他过去，结果就是为了展示10只臭虫。沙河直接傻眼了，北野赶紧为刚才突然走掉道歉，沙河却说这算啥？我要是你，可能直接和那女的动手了。两人匆忙告别，沙河一慌，走错了路。这一幕被楼上的佳子看个正着，心虚的给老公打电话，提议今晚外面吃饭。老公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，虽然早有预感，但他还是难免失落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老公转头就和女下属眉来眼去，还约好了一起吃饭。沙河一个人在家里无聊透顶，居然开始查那些北野展示的虫子。而北野上课时提到虫子也会不自觉想到沙河，虽然不想和佳子有瓜葛，但沙河还是被邀请到他家聚会。佳子的丈夫龙川是个知名杂志社主编，他家因为一本关于白天面孔的妻子的专题杂志大卖，他在家里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人物。派对进行到一半，突然佳子的追随者小智出现了，佳子明显紧张不知所措。龙川正准备起身去开门，沙河却说小智是他弟弟，出门前还狠瞪了佳子一眼。沙河最终把小智劝走了，佳子出来向他道谢，沙河还是不愿和他沾边。这时候，一个画家离开了座位，他那独特的气质引起了佳子的注意，他请画家为他画一幅肖像。佳子老公误以为小智是沙河的情人，还警告他远离沙河，这让佳子感到很失落。他靠在冰箱上开了瓶啤酒。画家加藤注意到了这一幕，他已经知道要画什么了，不画他的优雅或漂亮，也不画他的野性或神秘，他看透了他的空虚与寂寞，更洞悉了他的忧伤与不安。佳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看着那幅比梵高还要抽象的画，像是在极寒中快要冻死的人，紧抱着一只炽热的北极熊。而沙河不经意来到了北野的学校，他似乎在期待着什么。突然出现的保安让他忙不迭地转身，却恰好与北野不期而遇。他慌忙解释只是路过，然后骑车急匆匆逃走。骑了一会儿，还是忍不住回到北野那里。这时北野注意到沙河的鞋带松了，他蹲下来耐心帮沙河系好鞋带，还教他怎么系才不会再松。沙河看着北野的温柔，心里也渐渐动摇了。所以对寂寞的人来说，只有2个人懂的话，足以让他夜不能寐。仅仅是系一下鞋带，他就希望时间能在此刻停留。只因为心爱的宠物仓鼠逃跑了，这个古怪的男人竟然爆粗口。结婚5年了，沙河第一次离家出走，却发现自己哪也去不了。感到最无助的时候，他想给北野打个电话倾诉，但最终没那勇气。上班时间遇到佳子，佳子知道他3点下班，便故意制造和北野独处的机会。虽然知道是佳子的小心思，但沙河还是天真的以为他和北野不会有危险的关系。两人聊得很投机，仿佛和对方说话就能暂时忘掉所有烦恼。临走时，他们交换了电话号码，这一切却被婆婆无意中看到了。佳子这时候来到加藤的工作室，
请求他再为他画一幅画，但加藤冷酷地拒绝了。一向被赞美美貌的佳子对画家的冷漠感到震惊，但这反而激发了他的征服欲。留下联系方式后就离开了。沙和晚上回到家里，婆婆提到她和男人单独见面的事，无奈只好找佳子来帮忙，说那男人是佳子的朋友。沙和试探性地问老公，如果她和其他男人单独相处，她会不会吃醋？老公却显得漠不关心。沙和有些生气。而北野那边，妻子带来了个好消息，他被晋升为副教授了。本应是件高兴的事，但北野的表情却有些失落。喝醉了的妻子说出了心里的话，自己是不是真的嫉妒了？第二天，沙和又见到了佳子，一起去了佳子家。沙和坚称自己现在很幸福，却被佳子一眼看穿。沙和发现自己无法反驳，借口去洗手间缓解情绪。出来时却发现佳子在拿他的手机，还给北野打了电话。晚上两家人一起吃饭，北野突然打来电话，沙和却不敢接。但在上班时，他反复听着北野留下的消息。最终，他鼓起勇气回拨给北野。两人约在森林里探索大自然。佳子也找到了藤画家，最终答应为他画画。在一场突然下起的大雨中，四个人都释放了内心的自我，短暂追逐那份模糊的心动。佳子经过短暂犹豫后决定放弃。加藤劝他还是回到他那豪华的家，因为那里更适合他。沙和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在了丈夫身上。丈夫虽然懵懵懂懂，还是小心翼翼的道歉，这让沙和更加羞愧。第二天，佳子看出沙和心情不好，坦白自己的进展也不顺。确实不论年纪多大，被拒绝总是很难受，但他表示不会就此放弃。沙和说不会再见北野，但他知道这并非真心话。此时的北野看到雨伞，就想起了被自己拒绝的沙和。恰好外面又开始下雨，没带雨伞的小智便提出送他回家。两人正聊得开心，突然看到了北野。北野只是把雨伞还给他们，然后一句话不说就匆匆离开了。他那孤单的背影透着深深的失落。沙和明白他误会了，以为他能和任何人共撑一把伞，心里虽然很难过，但想这样也许就不会再见到他了。沙和删掉了北野的联系方式，亲手结束了这段危险的心动。加藤把新画作送到出版社，佳子的老公赞赏不已，但感觉似乎在哪里见过。他追问模特是谁，加藤却说无可奉告，这激怒了佳子的老公，他丢了工作。佳子在超市买七夕装饰，偶遇北野的妻子蛇原，便邀请他和沙和来家里做客，提议举办一个七夕聚会。三人的丈夫都找了理由，婉拒了这次聚会。北野在超市门口犹豫不决，小智告诉他沙和3点就下班了，还说他和沙和只是同事。3个女人的聚会上，佳子坦率地透露了自己的外遇，蛇原也分享了自己的秘密。结婚前他和一个教授深陷爱河，结果伤痕累累，帮他走出低谷的正是北野。沙和在酒精的作用下吐露真情，坦言自己正在爱着一个男人，但已经打算放手了。第二天上班时，听小智说北野找过他，沙和立刻就坐不住了，急忙骑车冲到学校，看到北野就扔了块石头过去，结果不小心砸到自己的额头。北野听到声音转身了，两人约好再去那个上次离别的公园。这次我去找你，你只需在那儿等我。那白色的围栏真美，紫色的绣球花也美极了，那悄然走来的男人更是英俊，棕色的吊桥真有味道，四周的翠绿也美不胜收，那个额头上戴着红包的女人同样迷人。北野小心翼翼地靠近，沙和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，然后鼓起勇气面对北野，主动用额头触碰他的手指，从深情的对视到一同在森林中漫步，从浅浅的微笑到忍不住的亲吻，他们已经走完了成为恋人，从初识到陷入爱情的全部步骤。虽然这个男人不算浪漫，约会时总是只顾聊些虫子的事情，在这短暂的时光里，沙和完全没想过丈夫。可天真的女孩还没意识到这一点。两人定下了下次见面的日期。沙和的心情像海浪一样澎湃，甚至回到家心情还是激动的。她准备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，第一次这么开心的面对丈夫。果不其然，正如佳子所言，而佳子却想用钱来解决和加藤的问题，这严重伤害了画家的自尊。他们又一次不欢而散。第二天早上，佳子脸色苍白，丈夫连看都没看她一眼，只是冷冷的让她准备咖啡。连女儿都看不下去这一幕，失落的佳子在网上又开始约会，她的语气透露出绝望。小智发现了，急忙告诉沙和。沙和非常担心佳子，劝她不要再自找麻烦。佳子察觉到沙和和北野关系好，沙和却慌忙辩解，说没有想过要深入发展。佳子讥笑说婚外恋怎能纯洁，但沙和坚信真心喜欢一个人是有可能的，即使没有肉体关系，也想时刻与他相伴。终于到了约定见面的日子，沙和难以掩饰的期待，上班时也显得格外热情。北野一边喝着冰水，一边感到纠结。昨天他妻子突然跟他说，
始终感觉他们夫妻生活少了点什么。冥思苦想，他突然意识到缺少的是孩子。工作中，沙河收到了北野的短信，他心里暗自高兴。休息时，他赶忙跑出去看手机。那一刻，仿佛整个地球都静止了，但他连追问的勇气都没有。同时，佳子在酒店内赴约，没注意到丈夫正暗中跟踪她。她事先给沙河打了个电话，万一出事，沙河是唯一知道他位置的人。男人在电梯里跟丢了佳子，他在酒店内的画作前若有所思。然后他去了加藤的画室，发现加藤并没有外出。为了掩饰尴尬，他提议重新商讨插画合约。佳子进了酒店房间，才意识到网上联系她的人竟是小智。这时加藤打来电话，告诉她丈夫给她重新安排了工作，可能是开始怀疑他们了。小智看到佳子接电话时的幸福表情，一把抢过电话，对加藤宣称佳子是他的女人，然后猛地挂断电话，粗鲁地把佳子推向床上。沙河一个人来到了他们约好的公园，那段未曾开花结果的短暂恋情，让他心里依旧留有不舍。走在木桥上，他依然能感受到那时的心跳，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北野那幻影般的温柔。就在此时，北野竟然真的出现了。他们最终还是没能抵抗那禁忌的诱惑，尝试了那禁果的滋味。在这段不确定的关系中，男人往往更理智一些。他们一起走进了宾馆，面对选择的时候，很多人会选择相信命运。沙河建议，不如赌一把，看窗外经过的第一个人，白色冲浪板的。如果是女生，我们就保持朋友关系；如果是男生，我们就做那种偶尔相见的夫妻。北野开玩笑说，如果是火星人呢，那我们就此别过。两人紧张地趴在窗户边等待。当一个女人即将经过时，他们脸上都是失望。但一只狗突然跑了过去，北野也着急了，他想去确认，却被沙河拉住。他已经能感觉到他的真心。沙河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，北野温柔地给他披上毯子。电话是佳子的丈夫打来的，原来佳子出事了。两人紧紧拥抱，依依不舍地分开。沙河匆忙前往酒店，加藤也听到消息，急忙赶到现场。他迅速制服了小智，然后告诉他佳子的丈夫正在楼下等他。他们假装一起去酒店吃自助餐，这招居然骗过了佳子的丈夫。明白了佳子和北野之间的事，佳子问沙河感觉怎样。佳子还友好地提醒他一句，比起出轨本身，被抓到的后果更严重。两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那些谎言让沙河感到背后发凉，但如果不撒谎，他就见不到他了。第二天，沙河去学校找北野，在车站装作不认识。沙河不想干扰北野的家庭，他们约定了几条规则：不打电话，收到短信后立刻删除，如果对方没回，就不要再发第二条。佳子的丈夫说要带女儿去看烟火，放她半天假。佳子没料到这都是丈夫的圈套，她在他的车里偷偷装了跟踪器。佳子劝沙河约北野出来，沙河鼓起勇气发了短信，但等了好久都没回复。在佳子再次鼓励下，沙河给北野打了电话。北野虽然害怕，但还是坦白他也害怕这样的关系，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见他。他们决定下午3点在动物园见。两个为爱勇敢的女人，此刻嘴角的笑意那么美，看着就感觉幸福无比。佳子打车去海边和画家约会，蓝色高跟鞋在沙滩上欢快地奔跑，那是难以隐藏的快乐。他曾叮嘱沙河不要太快乐，但现在他自己正在享受这份快乐，正在满心期待，正在幻想着明天会更美好。而沙河看到北野向他奔来时，竟不由自主的泪流满面。他们在动物园里忘情的牵着手，却因旁人一声老师吓得赶紧松手，只能保持一定的距离前后走。沙河看着其他情侣甜蜜牵手，羡慕之情溢于言表。他们的关系连公开牵手都显得不可原谅，甚至不能大声呼唤对方的名字。如果在人海中走散，可能真的再也找不回彼此了。在喷泉旁，他回头望去，沙河甜美地向他微笑招手，这正是他渴望的爱情。但他的妻子正努力融入他的生活，他开始学做家务，学着做饭，甚至想要和他有个孩子。他尽力让他明白，我真是我的职业，但你对我更重要。他感觉得到北野心里可能有别人了，但他相信一切还有救。他们留在动物园直到关门。北野送他一个星星玩偶，因为沙河曾开玩笑说他像那只星星。此时远方天空中烟花绽放，想要放弃一切的快乐和此刻想要逃离的痛苦在沙河的心中挣扎。陷入禁忌恋情的他们仿佛坐在风雨中摇摆的小船上，却永远无法靠岸。回家的沙河表面泰然，开始准备晚餐，连撒谎也变得越来越熟练。而佳子也沉浸在与画家的甜蜜时光中，忘记了时间，却不知一切都被老公拍下。回家后，她的丈夫并未大吵大闹，只是暗示他已经知道一切。他摸了摸光滑的地板，还找借口收走了佳子的手机。佳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赶忙回家翻查自己的包，果然找到了丈夫放进的追踪器。她急忙跑到超市告诉沙河。这时候
哲元刚好也在那。三个女人聚在一起，开始商量对策：继续装傻，还是低头认罪呢？佳子说她现在还不想离婚，不想孩子受到影响。蛇元突然开口，她说她丈夫似乎被某人迷住了。佳子劝她，如果不想离婚，就别深究了。男人一旦没路可退，可能会愈陷愈深。沙河还在旁边给她打气。佳子起身去厨房做饭，蛇元也跟着去帮忙。沙河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桌上的手机突然响起，他无意间看了一眼，感觉像被闪电击中。手机屏幕上竟是北野和他的亲密照，心痛的几乎喘不过气来。这种痛苦让沙河坐不住，急忙逃了出去。看着手机屏幕，佳子也明白了发生了什么，急忙去追沙河。沙河不停的自言自语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佳子感同身受，把他紧紧抱在怀里。男人说，为了保护声誉，他不会闹得太僵。话家子决绝地说，他本来就没有留恋的东西。佳子直勾勾地看着加藤，满脸的不敢相信。丈夫离开后，她匆匆跑到电话亭，想要确认最后一次：你真的对我一点也不留恋吗？画家问你要不要来我家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放弃一切。佳子亲自结束了这段关系，蹲在电话亭里痛哭流涕。沙河的婆婆透露了一个秘密：儿子俊介的性格可能受到她丈夫的影响，也是因为丈夫的背叛，母子俩一直受到深深的伤害。沙河意识到和北野的关系可能也会伤害到蛇源，那一刻他想到了放弃。他把北野送的星星玩偶收进抽屉，然后发了条分手短信给北野。北野却不想就这样放手，而沙河害怕再次见到他，于是北野拼命地跑了过来。北野也明白这样的关系不可能长久，这种重量比说10000次我爱你还要沉重。他们删除了彼此的联系方式，北野想最后送他一次。一路上两人都没说话，害怕一开口就会想说取消分手。尽管非常不舍，但不敢回头，因为知道身后是真正的地狱，所以他们只能这样相爱。两人都被爱情伤得遍体鳞伤，但这段不伦之恋再痛也不能让人知道，只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，回到遇见他之前，回到那种平淡无奇的生活。他们互相舔舐着各自的伤口，怎么可能不难过呢？这就是出轨的代价呀！北野回到家，整天像丢了魂似的。妻子兴奋地告诉他获奖了，他不愿再做个平凡的家庭主妇，可妻子的撒娇让他感到烦躁。他现在的脑海里，整个世界都被沙河的影子填得满满的，哪里还装得下别的东西？所以妻子想要的奖励，不过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，他连假装热情都做不到了。沙河表面上还在做家务，北野的出现仿佛都是幻觉，只是午睡时的一场梦。偶然看到那双鞋，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男人。他急忙脱掉围裙，骑上自行车冲向那个男人，却在半路遇到了蛇源。他赶紧掉头，匆忙逃开。第二天，蛇源在超市碰到沙河，抱怨北野最近的消沉，断定他外面肯定有喜欢的人。沙河一不小心说漏了嘴，蛇源奇怪地说：“你好像认识我老公似的。”沙河回答说：“高中老师不都这样吗？”这马脚落得太明显了，甚至都不需要动脑推理。北野和沙河的约会照被学生送到了校长办公室，他在超市找到了小智，请他帮忙把一封信转给沙河，他会小心，确保不给他添麻烦。原本以为生活就这么麻木的过，他们也会慢慢忘记彼此。直到那一天，两家在街上偶遇，北野听到妻子叫沙河的名字，应该猜到沙河当初为何提分手。他到最后也没说出真正的原因，把所有的悲伤都默默承受。他们装作初次见面的陌生人，尴尬的打招呼，但沙河无意中叫出了北野的名字。蛇源似乎明白了些什么，他们一起去了沙河的家。一进门，北野就紧紧抓住了沙河的手。分手后虽痛哭流泪，还得装坚强，尽管已经疲惫不堪和麻木，但当他的手握住他时，这世界上所有的残酷都能被原谅，因为他的心像他紧握的手一样炽热。佳子哀求着要回他的手机，那男人却毫不在意，他甚至停了他的信用卡，告诉他做个会微笑的花瓶就好。佳子愤怒到反笑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我能对你微笑？是因为我外面也有了男人，即使是一文不值的渣男也没你这么瞧不起我，即使票友一瞬间被对方渴求，也好过你对我的爱答不理。男人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，命令他离开家。佳子毫不犹豫地跑了出去，却发现无处可去，她只好去找沙河求助。沙河劝她回去向丈夫道歉，但佳子已下定决心，不打算回头。这可能是她最后的机会，最后一次争取自由的机会。离开沙河家后，佳子鼓起勇气前往画家的工作室，却意外听到丈夫的声音。加藤却说：“你只不过是他为一个美丽而听话的人偶，平时就让他高挂启尘，客人来时才打扮得光鲜亮丽。但我不这么看他，这个男人真的动了情。虽然他嘴上冷酷无情地说，我不会傻到爱上一个已婚女人，但画室里到处都是画，明显的摆在中央的还未完成的素描轮廓，画的全是他深爱的那个女人。在他眼里，
佳子的一切都是那么迷人，他做的食物，他的笑容，他在雨中的倔强冷清眼神，但他最终还是决定拒绝他，只因为一句话：我这里也没他的容身之地。他总觉得跟着主编享受奢华生活，好过这里的简朴日子，还得每天担心家庭琐事。但佳子已经决定好了，回去就摆上离婚协议书，简单打包好自己的行李，毅然决然地来到画家家里。只有在这里，他能放下伪装的坚强，像个真正的女人那样自由地哭泣。他一定会紧紧地抱住她，他的眼泪因为他的安慰而变得幸福。蛇源突然的疑问让沙河心惊胆战，当他结巴的准备坦白时，却发现他问的不是那回事，而是他们夫妻是如何相识的。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可女人感知情敌的灵敏嗅觉，让她化身成为福尔摩斯。蛇源借故要参观房间，在房间里发现了北野送的星星玩偶，北野赶忙过来圆场。临走前，蛇源提出了灵魂的拷问，沙河显然支撑不住，北野立刻出面解释，解释是因为佳子之前被学生砸车时认识的。北野和蛇源走后，沙河心虚的拿出星星玩偶，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扔进了垃圾桶。哲源虽然表面上一切如常，但他已经在寻找证据，最终找到了他们交往的确凿证据。佳子的丈夫找到了沙河，希望他能劝佳子回头，但佳子知道已经没法回去了，他还是想回去一次，好好跟孩子们道歉。沙河来到佳子家里，告诉他的女儿们，妈妈想跟你们好好说声对不起，但大女儿直接拒绝了。他对妈妈离开他们感到非常愤怒，孩子的话也让沙河很受伤。他心情沉重的去了画家那里，请加藤一定要让佳子幸福，因为对他来说，佳子就像是另一个自己。小智突然也来了，他承认自己输给了画家。画家决定去见佳子的丈夫，他不愿永远当个小偷。佳子给他理了一个精神的发型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佳子的丈夫竟然找来了加藤的前妻，面前摆着300万现金，金光闪闪，炫目夺视，说加藤的画在欧洲很火，让他跟前妻一起去国外发展。加藤第一次觉得成功触手可及，而佳子还在烦恼该找什么工作。她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想来想去，觉得只有酒店女公关适合。沙河的老公仍然跟女下属暧昧不清，而这一切都被她妈妈发现了。婆婆跪在沙河面前，为儿子的出轨行为道歉，希望沙河能原谅他们。但此刻的沙河竟希望丈夫真的出轨了，这样她的罪恶感就能少一点。可她不知道，蛇源已经去找过她老公，男人真的找到了那个玩偶，但他选择了沉默。哲源依然不放松追问，他邀请沙河夫妇到家里共进晚餐。北野不想让沙河难堪，两人急忙在图书馆见面，互诉着彼此的相思之苦。没想到被蛇源撞见了，蛇源追着沙河大骂，还把他狠推向书架。书本落下时，北野赶紧冲过来，紧紧地护住了沙河。三人一起被带到了警局。事情解释清楚后，北野夫妇先离开了，沙河却没人担保，这种事情他又能告诉谁呢？而此时的佳子已经放下所有骄傲和尊严，卑微的请求一份工作。晚上回到家，他发现加藤带着前妻回来了。佳子正不知所措，这时接到了沙河的电话。无助的沙河看到佳子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。沙河感叹结婚后的女人不该期待热烈的爱情，可为什么还是忍不住多情呢？佳子觉得北野不会离婚的，男人总不会抛下一切。这时沙河的老公突然回家了，他说是因为佳子的出现。沙河开始变得不一样了，希望他们以后别再见面。沙河犹豫了一下，决定把一切都告诉老公，但他却故意打断，阻止他继续说下去。另一边，北野回到家，哲源给他1周时间处理事情，然后一起搬离这里。是的，他爱着北野，但他从未真正了解过他。第二天，沙河去了超市，同事们都在窃窃私语，主管责备他影响了超市形象。北野也被叫到了校长室，他快要失去教师的资格了。这一切都是蛇源愤怒的结果。逃离了令人窒息的超市，沙河情绪低落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突然接到了婆婆的电话。她说饭菜已经做好，家里也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沙河急忙赶回家，老公和那位女同事正等在门口。沙河觉得这人真是莫名其妙，让沙河赶快跟老公分手，然后她得意地离开了。沙河发现自己竟然说不出话来，但当她开门的时候，却发现婆婆已经听到了一切。沙河走进屋里，环顾着那些熟悉的场景，男人还是不愿意面对现实，哭着求沙河回到从前。沙河摇了摇头，说了声对不起，就跑出了家门。他又走到了那个熟悉的公园，这里充满了与北野的甜蜜回忆。但这次他的鞋带松了，他却不在身边帮他系好。沙河哭泣的时候，背后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，是他来了。世上最幸福的感觉就是泪水中的微笑。另一边，佳子换上了工作服，准备去夜场工作。加藤的前妻突然来访，他要带画家去参加商务宴会。
他直言工作室人来人往，批评家子的衣着太过轻浮，然后傲慢地转身离开。晚宴上，加藤与前妻成为焦点，而家子在夜店被人调戏，连她的丈夫也来了，告诉她女儿时常在夜里喊着妈妈。他希望家子能回到家庭，但家子已决心不再回头，即便是做些让他尴尬的工作，他也不愿回那个金光闪闪的牢笼。画家决定去国外，家子紧紧地拉住他，如果等待能让我们堂堂正正的相爱，他愿意等一辈子。沙河和北野来到了海边，手牵手走过昼颜花旁，这花的根茎纠缠不清，就像那些想分却又难舍的不伦恋。北野整夜未归，蛇源愤怒地打电话给沙河的老公，誓言要让他们分开。而那一刻的两人却藏在一间隐蔽的森林小屋里，享受属于他们的平淡世界。沙河告诉北野，他第一次见面时偷了超市的口红。北野也坦白了，他其实对哲源没什么不满，只是感觉他似乎不需要他，或许只是嫉妒。世上最幸福的事就是遇到这样一个人，你把所有缺点都展现给他，他还是一样爱你，甚至爱得更深。沙河终于说出了心里一直藏着的话，但北野没有回应，他只是注视着沙河手上的婚戒。对不起，我想清楚地说出来。沙河装作生气跑开，但还是不时回头看北野会不会追上来。他跑着跑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北野模仿蝗虫笨拙地跳来逗沙河笑，然后背着他说了一句简单却深情的话：那个为了在一起宁愿放弃家庭和孩子做酒店公关的女人，那男人却和前妻在国外风光无限。家子提前领了下个月的工资，买了一部新手机，这是他15年来第一次用自己的钱。他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画家，但他没想到加藤的前妻偷偷删了所有留言。家子最终联系上了沙河，提醒他迟早要面对现实，但沙河只想在梦中多停留一会，而等待加藤的家子此刻也是如此。家子的话让北野警醒，他决定回去了结一切。沙河说：那我们一起回去。北野却让他留在这里，因为他知道回去会有多大的风暴，他希望沙河能躲在他身后。第二天清晨，北野准备出发，约定3天后一定回来。沙河拿出当初那把旧雨伞，而北野则把他的眼镜交给了沙河。沙河的坚定让家子更有信心了，她决定回去和丈夫正式离婚，却发现小女儿突然病了。烧退后的安宁，女儿的眼泪让家子心里五味杂陈。丈夫发现家子回来了，开心地说：你回来就好，毕竟女儿不能没有妈妈，而且加藤已经投身世界，他只会给画家增添负担。家子一时有些恍惚，加藤终于发现了前妻的恶作剧，他愤怒地夺回了手机，立刻给家子回了电话，但被渴望妈妈留下的大女儿挂断，甚至把留言也删了。两人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错过，但家子仍未放弃，继续回去等待那个杳无音信的画家。小女儿醒来没看到妈妈，她哭着跳进了水池，一次又一次的呼唤妈妈，但妈妈还会回来吗？另一边，北野来到了沙河家，果不其然，北野被愤怒的母子赶了出去，他只好回去找蛇源。哲源实在搞不懂自己哪里输给了普通的沙河。突然，蛇源开口说道：怎么办好呢？就是这么小气的男人，可他毕竟是未出生孩子的爸爸。男人回来就提了离婚，女人却说她怀孕了，还威胁说要跳楼，但北野直接戳破了他的谎言，因为他本不是那种人。北野赶紧收拾行李，因为沙河在那边等他。虽然只有短短3天，沙河感觉比一辈子还长。他用塑料袋画了北野的样子，感觉他就在自己身边。终于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，沙河掩饰不住激动地迎了上去。他明明已经回来了，他明明已经把他抱在怀里了，为什么眼泪还是止不住呢？他们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中，仿佛已经忘记了命运从不对犯错的人手软。蛇源已经带人夜里追来了，婆婆恶狠狠地诅咒蛇源那锐利如刀的眼神，即便万分不舍，两人还是泪眼相对，不得不接受彻底的告别。在律师的监督下，他们签订了永不见面的协议。如果违反这份协议，沙河每月要支付30万作为精神赔偿。心如死灰的两人无奈地签下了字，一笔一画终结了他们之间的爱情。沙河去超市归还了那支口红，这场从犯罪开始的心动，最终没有走向幸福的结局。另一边，画家终于回到了国内，却被佳子的丈夫以作品抄袭威胁，只要他离开佳子，这事就不会曝光。这时，两个女儿突然出现，痛斥加藤是小偷，不仅偷了别人的画，还抢走了他们的妈妈，把我们的妈妈还给我们。一声声的责骂让加藤心痛如绞，他决定公开承认抄袭，然后回去让佳子离开自己。但佳子并不想离开，他想和加藤重新开始。这时，小智突然出现，质问画家为什么不给佳子幸福，就算欺骗了全世界，也应该让她幸福。在争斗中，加藤伤了手部神经，再也无法画画了。小智想要自首，但被加藤阻止。
他知道这是花家故意的，只有这样，佳子才会离开他，放弃不可能的幻想。佳子出了病房后，抱着沙河，哭得像个孩子，因为他终于明白了，这份爱情比他想象的还要艰辛。目睹他们的永别，沙河那份未曾燃尽的思念，带他来到北野所在的学校，想要和他道一声最后的再见。守护了这么久，坚持了这么久，最后却只换来一句回去吧，回去做个好妈妈。原来这段爱情最终只是两败俱伤，加藤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赖以生存的双手再也不能握笔作画，没有了荣誉，没有了爱情，剩下的只有心底的那份喜欢和牵挂，还有那个再也不能拥有的拥抱。他用左手笨拙地画着他的肖像，被路过的小孩嘲笑说真难看。他气愤地追着那些年幼的孩子，不允许别人说他难看，绝对不行。沙河携带着那份未曾完全燃尽的思念，来到了北野所在的学校。他也想像佳子一样，与深爱之人进行最后的告别。北野正式向学生们告别，然后悄悄溜到学校的广播室，向学生们讲述相爱的意义。将来请你们真心去爱一个人，爱上一个人后，连平时看惯的景色都变得不一样了。你会真心希望别人幸福，你们会体会到那份巨大的快乐。我也是因为遇到他，爱上他，拥抱他，才感受到了这种幸福。即使最终我们分开，我还是会祝福他永远幸福。沙河明白这是北野的最后一次告别，他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。隔着一堵墙看到北野，他多想冲过去不顾一切，但只能默默隐藏起来，痛苦地遵守着永不相见的约定。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，点燃了那双充满回忆的鞋，看着火焰熊熊燃烧，沙河的眼中充满了绝望。第二天在警局，俊介却说是厨房不小心起火了。沙河木然地走了出来，男人终于明白，放手才是真正的解脱。沙河走了，佳子却回到了家庭，他们远远地挥手告别。佳子说以后不会再联系你了。他问沙河，我们还能再爱上别人吗？